各位好，我是观察者网的董佳宁。10月11日到13日，焦点访谈连续3天播出了系列节目《魅影重重》，讲了近些年破获的台湾间谍案。这些台湾间谍很难与影视剧里面的形象联系起来，有些人就是学者和商人，并不是专业的情报人员。比起007和红雀这样里面的特工，这些人就是玩票的，简直就像是行走的50万。当然，影视作品里面都有艺术夸张的成分，真实的情报工作没什么浪漫色彩。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讲一讲从新中国建立开始抓捕台湾间谍的历史。我们先讲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1949年，常凯申退居台湾，但校长还是存了点念想的，经常叨叨着要反攻大陆。不过让他感到娘西屁的是，国民党的陆军此时已经废拉不堪，难忘王师又一年，王师只剩1个连。正面硬刚做不到，就只能暗地里使坏。上世纪50到70年代，台湾情报机关对大陆的工作重点是政治颠覆、内部策反、敌后游击，主要的活动方式是暗杀、爆炸。国民党的情报机构那会儿已经改称叫国防部保密局，前身是臭名昭著的军统，局长是毛人凤。这人的特点是非常能忍，别人扇他耳光，他面带微笑；校长骂他，他感恩戴德，觉得是好事。我愿称之为忍者神龟。但毛人凤闷坏，白色恐怖相关政策的执行人就是他，搞过不少次大屠杀。从1949到1950年，保密局多次派遣特务潜入天津、北京，其中的核心人物是段云鹏。这人一直挺有名的，是道上著名的飞贼，早年跟军阀混过，立过功，当了军官，但后来形势不好，又干回了老本行。这哥们胆大包天，曾经潜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住处，偷了不少珠宝、金条、钞票，连特高科都没查到他。虚假的抗日奇侠手撕鬼子，真实的抗日奇侠崩空金库。后来到了1946年，军统特务头子谷正文注意到了他，觉得这小子是个天才，把段云鹏吸收进了组织。从1949年开始，段云鹏负责联络、组织国民党潜伏成员，成立北平行动组、天津特别组和情报暗杀组。这些特务秘密搜集军火，制造炸弹，伺机行刺政要，但还没来得及行动，就在1951年被粉碎了。段云鹏当时人在香港，没被抓。不过这位军统奇才也没能够幸存，1954年在广州被捕，最后被枪毙了。虽然有挫折，但毛人凤不打算停下来。1955年，他策划了一场暗杀行动。当时我国领导人计划乘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赴印尼万隆出席亚非国家会议。台湾方面得到了消息，派特务前往香港，在飞机途经香港机场加油时安装了炸弹。4月11日，客机在马来西亚上空爆炸，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中外记者11人和5名印度机组成员遇难。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国领导人恰巧临时改变了行程，不在飞机上，后来安全抵达印尼万隆。不过毛人凤没有死心，组织了一支28人的敢死暗杀队，图谋继续行刺。但在中国和印尼双方的严防死守下，计划落空。后来毛人凤死了，他政治斗争失利，权力被架空。1955年底查出癌症，次年咽气。但是国民党的间谍行动并没有就此打住，即使武装行动收效甚微，也要一直象征性的搞点事儿。1960年代，国民党的情报部门和军队合作，向沿海地区派出小股武装特务扰袭，最大的成果就是趁夜黑风高，在岸边插个旗，宣布胜利，而且成功率还很捉急，经常被沿岸巡逻的民兵击毙。1964年7月，国防部情报局组织了51人，伪装成日本渔民，在江苏沿海地区登陆，结果一上岸就遭到围歼。但国防部继续头铁，几个月后向广东沿海派遣特务，甚至还空投了一拨人，不过还是白给。9支纵队一共172人被全部歼灭。1965年实在搞不下去了，这帮特务只能改变策略，跑到海上绑架大陆渔民。除了暴力手段外，国民党有些间谍也在走隐蔽路线，有些人潜伏得很好，至今仍不被外界所知。70年代以前，台湾向大陆的广播中会夹杂一些暗号，像这种广播会以给敌后同志的讯息开头，然后报出几组4位数字。收听到这种广播的特务会通过破译得到命令。但这个时期，台湾的情报工作成果有限，很多资源还被拿来做对内的政治斗争。到了70年代末，大陆改革开放，两岸的关系有所缓和，
间谍行动的策略也发生了变化。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讲一讲改革开放以后两岸关系缓和的这个时期。改革开放之后，海峡两岸关系好转，间谍战就没那么血腥了。台湾情报部门意识到暗杀、爆破、扰袭这类行动的政治成本高昂，转而使用怀柔手段，把注意力集中到大陆的不稳定因素上，用过各种舆论工具造谣、煽动，引起混乱，比如广播、寄邮件、发传单之类的，干得不亦乐乎。仅1986年1到9月，某地就查获了600多件心理战和舆论战宣传品，同时还有不少台湾特务入境搞事儿，比如找个高楼大厦挂个反动标语，或者跑到电影院里发传单，基本上都是小打小闹，多以失败告终。暴露的间谍通常也没什么好下场，有时候会闹得两边都不待见，在大陆被追捕，跑到台湾被情报部门嫌弃累赘，连个抚恤金都没有。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太经典了，大家一定要完整的听完。周潇是福建福州人，1964年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但很可惜，周潇从小就不好好学习，只混了一个小学文凭，天天正经事不干，总想着走歪门邪道。1988年，周潇了解到搞资料来钱容易，就和福建沿海的一些鸡鸣狗盗之徒勾结在一起，收集大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情报，之后秘密出海，卖给派驻在马祖的台湾间谍机关，赚的是dollar。周潇是这些二道情报贩子里面的积极分子，很快得到了台湾情报机关的赏识，被重点发展、重点培养，从临时工变成了正式工，代号3080，化名刘增国。以前周潇卖情报得保质保量才能拿到钱，现在固定发工资了，他很高兴，更加卖力地干了起来。可惜好梦不长啊，年初搞资料，年底被抓。周潇落网之后判了8年有期徒刑，在监狱中他表现得很好，积极改造，获得减刑。1994年提前释放。但事实表明，这哥们儿根本没有改过自新，出狱不到1年，又和马祖情报站搭上线了。他拿着法院判决书，找到台湾情报人员索取抚恤金。台湾特务见到周潇主动恢复联系，非常感动，这是个要钱不要命的主啊，值得表扬。但表扬归表扬，特务机关说呀，我们也不容易，地主家也没余粮啊，这抚恤金不太好办。不过如果你肯重新加入机关继续工作，那未来一切都好说。周潇呢没拿到钱，很不爽，但是很向往台湾情报机关给他画的饼，领了任务返回大陆准备开干。但是还没开始工作，周潇就得知自己的同伙被抓获了，把他给吓得够呛，直接跑到福建长乐的国家安全局自首了。司法机关也很无语，说我们一般是抓那些犯了法的、做了坏事的，你这还没做呢，尚未实施间谍活动。看到他态度还比较好，主动投案，就宽大处理了。周潇老实了一段时间，干起了海鲜生意，不干了，卖鱼了。虽然赚的不多，但是也够养家糊口了。不过2001年，周潇平静的生活结束了，他的一位狱友找上门，称台湾情报部门在发抚恤金了，自己可以领到了，我可以帮你领取，对不对？周潇又心动了，但是呢，他有点信不过这位狱友，觉得最好自己跑一趟。周潇花了点钱搞了条船，时隔多年再次驶向马祖，与台湾情报部门取得了联系。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把法院判决书交给了情报站的头子，然后开始卖惨，什么我给党国尽过忠，我为党国流过血，云云。头子很感动，决定先安抚一下，至少别把鼻涕甩过来嘛。不过他表示没什么抚恤金，根本没听说过，但是组织是不会忘记你的，只要你肯继续出力，那么未来一切好办。周潇又咬了咬牙说，只要你们给钱就办事儿。情报站头子当即就同意了，说兄弟，你先拿着这300美元活动经费，之后搞点军队作战计划之类的文件，级别得高一点。抚恤金呢，马上就去申请了。周潇领了任务，拿了300刀。虽然觉得这个特务机关冷漠无情，但是手中的美钞至少还有点温度。他又回想了一下过往的光辉事迹，决定再次走上这条要钱不要命的道路。但他的再就业历程到此为止，回来后刚上岸就被国家安全机关干警抓获。干警说，正好你不是想投案吗？对吧？你有心投案，我们有心抓，那这次咱们就好好合作。两岸关系缓和时期，台湾的情报工作没搞出什么大新闻，基本上是这种小打小闹，经常失败。正因如此，台湾开始总结经验，注重策反上层人员。
后来闹出的刘连坤案就是非常严重的事件。第3部分，我们来讲一讲两岸关系紧张时期发生的间谍案。刘连坤曾是大陆少将级的军官，1992年在台湾军情局间谍的利诱下开始为其卖命，直到1999年被查。他是被部下邵正中拉下水的。邵正中是个老色批了，根本没什么个人理想，投靠台湾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在外面养小三儿，希望借台湾情报部门之手，让2人离开大陆，远走高飞。台湾方面了解到邵正中的需求之后表示可以帮这个忙，但是提出交换条件，要求他把他的直属上司刘连坤拉下水。当时台湾情报部门极其重视这个项目，后来的所谓局长丁于洲称之为军情局的镇山之宝。那么刘连坤呢，后来秘密与台湾情报人员接触，上了这条贼船。台湾方面更是许以重金，按照台湾少将级别的待遇给他发工资，月薪3500美元，每提供一批情报，台方至少支付40万元新台币，多则上百万。还表示可以安排刘连坤退休后来台居住，或者国外也行，军情局负责给他养老。在这样的利诱下，刘连坤沦陷了，成了台湾军情局在大陆发展层级最高的间谍，给台方提供了大量的机密情报，危害极大。但刘连坤还是暴露了，而且很滑稽，是被自己人出卖的。两蒋时代结束后，李登辉上台，任内鼓吹台独，提出两国论，导致两岸关系恶化，引起1995到1996年间的台海危机。这一时期，大陆对台军演，李登辉为了安慰岛内居民说，大陆发射的导弹都是空包弹，空的，不用怕。这是我军的机密，从李登辉嘴里说出来肯定是不对味的，这引起了大陆安全部门的高度警惕，开始严查内鬼。刘连坤和邵正中就这么被揪了出来。军情局被坑的都吐血了，大骂李登辉没有保密常识。此间谍案漏网人员张志鹏逃回台湾后，声泪俱下地斥责李登辉，一句话就让间谍网络全军覆没，还表示要控告他这种内鬼行为。其实我很怀疑这些喊独的领导人是不是都有这种大声密谋的爱好。2000年上台的陈水扁也干过这种卖队友的蠢事。2003年底，陈水扁为推动防御性公投，在一次讲演中煞有其事地爆料了大陆的导弹部署情况，还详细指出了各个地点的导弹数目。2个多月之后，大陆就摧毁了台当局在南京军区的情报网，活捉军情局王牌特务上校李运普。这货兢兢业业多年，就为了摸清我军沿海地区的军力部署，结果却成了猪队友的政治祭品。2016年蔡英文上台，重提台独，对大陆的渗透越来越频繁。目前已经披露出来的行动，大部分都不是台谍自己出马的，而是通过威逼利诱、策反商人、学者、学生的人员，发展成为下线。这类案件以前焦点访谈也讲得很清楚了，专业的刑侦人员们也介绍了间谍们的手法。再提一个案件吧，前几年在互联网上比较火的许家营案。2011年，台湾军情局间谍许丽婷，化名许家营，接触到了一位在重点大学读机械专业的学生，与其发展男女关系，套到了不少国防技术类的情报，直到2014年被国家安全部门发现。许丽婷比男方大16岁，16岁啊，16岁，这是一段奇形的爱。所以，如果你的工作或者学业涉敏涉密，就要时刻保持警惕。而且，居民朋友们也要注意了，你们也可能是间谍瞄准的对象。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举报电话，别让50万飞了。抓台湾间谍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跟现在的国际形势有关。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美国在挑动这个点。如果你想加深对中美关系的了解，正好沈毅老师的付费课程最近在 B 站上线了。从里根开始，美国变得不一样了。美国的大战略也在几任总统以来有所延续，有所变化。同时，中国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套课程将用20讲解析这几任总统，包括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还有现在的特朗普这几任总统的大战略，全面复盘和梳理超级大国从黄金时代走向黄昏的历程，勾勒从冷战结束以来超级大国的兴衰沉浮的轨迹。沈毅老师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已经有20年，如果你的工作或者学业和中美关系有关，或者是对于中美关系很感兴趣，那么本课程将会在短时期内帮你建立有关美国的解析框架，看清中美关系的现在和将来。现在限时5折，只要90块钱，
就可以永久得到20讲的内容。观察员刚刚改名为观学院，是观察者网的付费课程频道。网页端访问 member.观察.cn， 手机端各个应用市场搜索"观察者"3个字即可以下载。10月份购买仍然是有礼品的。观学院每年收费是198元，使用我的专属邀请码666可以立减10元，这样相当于每天不到6毛钱，也暗合了我的邀请码666。看完这条视频之后购买仍然是有礼品的，我会放在我个人号，在 B 站、微博都会公布礼品的规则。我们节目固定是在每周4晚上和每周日上午更新，如果有加更会在周1或者周2。欢迎大家关注我的个人号、B 站、微博、微信公众号都是甘地董佳宁。好了，大家别忘了666，我们下期再见。